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，王先生54岁，来自吉林，个体；王女士43岁，来自吉林，前台经理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在感情中，他是怎样一个人？她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公主，只知道管我要钱。他就是一个爱画饼的渣男。你觉得现在两个人是一种什么状态？现在的经济压力太大了，我根本养不起她。他心里除了他儿子就是他前妻，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你们眼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？那肯定要结婚啊，但至少不是现在。我觉得他就想跟他前妻有未来。您二位现在的关系是恋人关系，对吗？是恋人关系，但是也是就是居住在一起嘛，居住在一起，已经快5年了，就是没有领那个结婚证嘛。没有领证。对，你们两个人都有前面的自己的那一段婚姻是吗？都有过一段就是非常失败的婚姻。那么再次走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对于婚姻的态度是什么样的？我是奔着结婚去的，如果不结婚的话，我也不能找一个。您看出来他比我大，他今年50多了，我43岁。我那时候离婚的时候，我领着我姑娘，30岁，在外面，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出来是饭店的那个服务员，然后就觉得说我一个人领着孩子挺不容易的，然后就是想给他找一个好点的幼儿园，这样的，然后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就去了他们家，这样就认识了。我目前经营一家幼儿园。然后后来吧，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原因，就是很忙嘛。我们做酒店前台的，就是上一天一宿，歇一天一宿，平常就很少有时间去照顾我们家小宝嘛。所以在他那块可能他就照顾的就多一些。然后有一天就是在那磕着了，小孩嘛玩闹磕着了，然后我工作原因出不来，他就给送到了医院，在那照顾了一宿。等我第二天早上下班再去的时候啊，小孩就是在那睡得很安详，然后我看他那眼睛都熬红了。当时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男的真的挺好的。特别像我当时那个心态啊，就是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也没有人关心我，也没有人管我们娘俩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男的真的挺踏实的。虽然说比我大了一点，但他有买卖呀，就不怕您笑话。因为那时候我做服务员嘛，我就觉得，挣钱挺不容易的。这是个老板，最起码他能给我好一点的生活嘛。他刚开始不同意，他认为他比我大，我就一直追他，就是没事上幼儿园跟他去收拾收拾啥的。然后通过了解，我就知道他那时候是跟他儿子还有他母亲生活在一起，他也是离婚的。哎，我觉得真的挺合适，挺好的。这样就是女追男的好追嘛，就几次嘛约会啥的，然后他就同意跟我在一起。当然他也说呀，那个要给我未来呀，要领证啥的，但不是现在，要等条件好一好，就这样的。当然我们俩感情就升温的也挺快的，这样就是搬到一起生活，就这样的5年。我认为他能给我好的生活，我没想到就是说真能搬到一起，矛盾就特别多，特别是跟他的孩子呀，还有他的母亲，真的是我没想到的。你们现在搬到一起住了，然后开始出现矛盾了，对吧？对对。我们先说第一个最大的矛盾是什么？哎呀，首先从他儿子去年上大学说起吧。我们家是长春的嘛，他儿子是学美术的，学画画啥的这方面的。这个画画本身就挺费钱的，就是我觉得对我这家庭来说压力就挺大。然后去年在选择上大学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就非要上海南的一所大学。我觉得在咱们长春、吉林附近啥的，也不是没有学美术的学校，对吧？当时其实我是反对的，我觉得他上海南远，然后我们对他照顾会少很多。第二点呢，我的顾虑是啥呢？就是离家太远了，然后来回的费用啥的会很大。就是我们的幼儿园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好了，不像当初那么好了。当时跟老王说，我说你劝劝你儿子，不要去那么远。他永远是沉默。但是孩子既然选择了，你说他也上大学，那我们就应该是去支持他，尊重他的选择嘛，是不是？这没啥好解释的，中国的父母不都这样吗？就砸锅卖铁，我得把孩子供出来吧，对吧？对。我相信你的女儿要这样，你也会尽力满足你的女儿的一些梦想嘛，对不？可能我是一个过日子型的女人吧，也是说从小就我们家生活条件一般，我就觉得很多事就应该以咱们的经济为基础，消费咱们能消费得起的东西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老王每次都是说沉默，然后呢按照他们家人的那个做法去做。其实现在您这身份干预这件事情是有点尴尬。对呀，您也不是他老婆，也不是他妻子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呀。在一起生活也只是男女朋友啊。孩子画的怎么样？还行，还行是吧？你觉得给他投入到这个行业里边，让他去学习，你觉得值吗？我觉得值，那就行了，那还说什么呀？对吧？因为毕竟吧，我儿子跟着我，
10多年就没有母亲，就我自己带。我觉得孩子缺少母爱。他对您儿子咋样？还行。姑娘多大？今年9岁了。他对姑娘怎么样啊？怎么说呢？这就我女儿平常的衣食住行啥的也在他这儿，但是我女儿就是说，可能报个2课，她都会认为不行。你为啥花那么多钱呢？那么小，你花那钱干啥呀？但是他给他姑娘吧报2课吧，不是说报1科2科，而是所有学校有的2课他都想报，都想去尝试，他都想报那种1对1老师的那种2课，那1节课就200。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吧，那么报吧，实在是有点承受不起，就是。你看你这不是也是对自己的孩子倾其所有吗？那我孩子也没花那么多呀，是吧？不是，不是，稍等，这个上课这钱是您出还是让老王出？一样的，我在这生活，我的工资也花到这个家里边了。就那个时候是我工资没有了，然后管他要200，他没给我。然后呢，不光这个事儿，过不几天，也就1周左右吧，是不是啊？我就发现那啥，他给他儿子买个18000的电脑。而且您知道吗，老师，去年上大学走的时候就买了个8000的，哪有今年1年就换个18000的呢？这事儿他儿子就说过好多次要换，我就不同意。后来我翻他手机，我发现了，哎呀，给他儿子转18000。这是亲儿子和亲爹呀，咱家闺女就是200块钱一节1对1的班，找亲爹要啊。我的工资都花在这儿了，那又不可能说我上个课啥的，我都管人要去，因为我孩子的亲爹1个月也给我1000呢。稍等，你说您的钱都花在家用上了？对呀。那个老王的钱花在哪儿？在幼儿园吗？运转吗？一直在什么扩建啥的？家用也用。哎，你每个月会给人家家用补贴一点吗？补贴啊，因为家就是在我们家呀。投入是多少？花多少都？咱说个比例吧，谁投入70%？差不多吧。这边30%，差不多。这得问王女士。老王是投入的多，对，70%是这样了，王女士。差不多吧，那我1个月就挣几千嘛，基本都花这儿了，我也剩不下啥玩意儿。王先生，您觉得这个王女士是个过日子的人吗？她一直刚才说她自己是过日子的人，她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行为是您不满意的？开始吧，我们俩刚接触的时候还挺好的，确实是。但是后期吧，就跟以前不咋太一样了，就特别今年过完年，就是不怎么爱回家。有些时候吧，就是明明是休班的时候，也出去，出去跟闺蜜出去逛逛街啦，做美甲啦，或者是吃点饭啦。那我因为啥不爱回家？你咋不说呢？不是在你这家我待着不开心吗？有啥不开心的？是不是？不开心可以沟通嘛，对吧？有啥不开心的？这家里怎么让你不开心了？那你看他所有的事儿都向着他儿子，向着他妈，那我能开心吗？而且我工作压力也挺大的，那我觉得我休班出去溜达溜达玩玩也正常啊。那您出去溜达的时候，女儿谁看呀？女儿上学呗，上学回来就在家了呗。在家里面谁管呢？谁陪的呀？他母亲呀。哦，他妈妈帮你带孩子，那不挺正常的吗？哎呦嚯，这哪儿正常了？我们在一起生活，他不带谁带呀？那我也不能。他妈妈凭什么帮你带孩子呀？他不帮我带，谁帮我带？这不正常？我们是生活在一起的呀。老王今年多大岁数？54。54。老王的妈妈多大岁数？78。你让78岁帮你带9岁的女儿，那有啥呀？我姑娘挺听话的，回来就在那写作业或者是玩。谁给做饭呢？谁在家谁做呗。谁在家呀？你不是不在家，你不是跟闺蜜在外面呢吗？那谁在家呀？现在？哎呀，我也不是总在外边啊。主要是我做饭。主要是你做饭啊？老娘不做饭吧？有时候不让她做，因为现在都是电的和煤气啥的，怕她有的时候使的还不安全。78了，那这家里面的家务都谁干啊？你们跟妈妈住在一起。以前她也干，但最近吧不咋干，但她还特别干净，把那个家里打扫干净了，衣柜啦都得整的板板正正的。完她自己有时候她还不去做，都得说要求我来做。那谁不希望家里板板正正、干干净净的呀？是，本身2个孩子是吧？那乱糟的行吗？是那回事吗？喜欢你得做点啊，是不是？我搁幼儿园有时候很忙，有时候回家吧就也挺累的，你咋的？我溜达也好，玩也好，我也没耽误家里啥事儿啊。我该整啥不都整啥了吗？怎么没耽误啊？你说有一次我母亲就有病了，我园里出不去，因为园里没孩子，还有孩子。完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不接。我妈自己呀，打车去到医院，自己到那个
找大夫看完了，打点滴。等我就是园这块忙完了，我紧忙就去了。到我母亲一天也没吃饭，完身边还没有人。当时吧，我心里就挺不舒服的，因为再没有别人了，我儿子还没在家，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他说搁外边溜达。那你妈那大岁数，今儿这疼明儿那儿疼的，那我天天搁家看着她呀。那我除了工作那么累，那我不能歇歇啊？你休息也行啊。那她天天住院，我天天上医院看着她去呗，我自己一点业余生活都没有了呗。你有业余生活也行啊，但是有时候溜达完了还喝酒，一喝还好多。一周喝几天呀？一喝我得最起码得3次到4次。在外面喝还是在家里喝？外边。跟谁喝呀？她跟她闺蜜、客户啊、朋友。不就是放松放松吗？那天天家里边回家，他不是向他儿子就向他妈，那谁向着我了？我出去向他放松放松咋的了？那也没有啥事儿啊。你出去放松喝酒，78岁的老人在帮你带9岁的女儿，放松一个也一喝多了，喝多有时候回来还吐，吐完还得我给他收拾。那你不收拾谁收拾啊？你不答应我你照顾我吗？要不我找你干啥呀？照顾你，你说。哎呀，喝多还有病，有病上医院了，检查完了，人大夫就不让他喝酒，不让喝酒啊，有时候他还喝。酒品咋样呀？回来闹腾吗？不太好，有一回回来，吵吵嚷，得有11点多吧，到家给我母亲吵醒了。我母亲呢较轻嘛，到岁数起来了，就是说跟他说了，说以后少喝点酒，那个早点回来，因为毕竟还有孩子，还需要休息。他也不高兴，跟我母亲吵起来了，还跟你母亲吵呀？78岁了，跟我母亲吵起来了。完，我当时也挺生气，我说你他这么大岁数啊，你别跟他俩吵，你有啥事跟我俩那个说，我跟那个老人说啊，沟通一下子。你能沟通啥呀，老王？哪次事你不用沉默给我解决的呀？再说你妈咋对我那是啊？拿我当儿媳妇看了吗？啊，天天我使个水也不行，使个电也不行，完了买个快递啥的都不行，那都是事儿。哪有这么对儿媳妇的呀？你不是儿媳妇啊？那我是啥呀？在他家这5年呀？你是个女朋友，朋友。你不是儿媳妇。哎妈！你是个外人，人家是一家子，你啥都不是。我啥都不是，我啥都不是，你花我钱干啥呀？你把我那么多钱都给我花了。花你钱，我不当初也说还你吗？那你没办法，当时不是。花啥钱了？等会儿前年他那个幼儿园说需要那个扩建。然后那个手里没有钱，不够用了，我给他拿10万。你问有没有这事儿？有这事儿，不是不够用，而是我手里钱吧，当时也周转不开了，不够了。我说你先借我点，完那个给幼儿园扩建一下子，还对于招生不还有好处吗？我说挣钱就还你了吗？你说的可好听了，每一次你挣完钱呢，不都给你儿子花了吗？你哪次给我了？你说这上大学有什么办法呀？那你还能不让孩子上学吗？对不对呀？哎，你现在借了他多少钱？10万。那是前年拿10万，然后去年又拿个8万，拿了18万一共。对，一共是打借条了吗？没有借条，因为我拿他当爱人看的。我像刚才您说我啥也不是，我就很委屈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拿他当老公当爱人看的。虽然我们俩没领那个结婚证，但是我确实也是那么做的呀。这18万是我所有的积蓄啊！你借了他18万，为什么不打借条？那我没想那么多呀，老师。什么时候还人家18万？有钱你就马上就还。什么时候能有钱？我们现在你借钱总得有个期限吧？一切都没有，老师。所以要他做呀，要写下来呀，这个事儿。这儿都能录下来。你让老王现在给你承诺，每个月还你多少？对。我现在老师，我们算多长时间能还清？一共借了18万嘛，来，你每个月还多少？我给你算，还几年能还清？还3年吧。1个月5000。5000，对，每个月要还人家5000块钱，能做到吗？尽力吧。别尽力，别借的时候没这么说啊。他根本做不到，老师，因为前段时间我都发现了，我们幼儿园账户没有钱了。我上幼儿园一查，账户上半年前吧缺了8万块钱，然后我就不对劲儿，这8万块钱不像小数目啊。我一问他，今天借张三，明天借李四，跟我撒谎。我就上那个银行嘛，去调那个转款记录，我一调长春人民医院。那我就寻思，我婆婆在家好好躺着呢，你给谁转了是吧？你看那名字，那个前妻。所以小片里面会说到那句说，你觉得他只想跟前妻有未来。对，前妻咋的了？白血病。白血病，现在在医院的是吗？以前我们不联系，因为毕竟离婚了嘛。有一次我儿子给我打电话，说爸，你手有没有钱？我说咋的了儿子？他说我妈有病。
那个他自己吧钱吧手里也没多少，说你看能不能给他拿俩钱？我妈现在暂时挺严重的。完我说得多少钱？我儿子说应该现在差8万块钱。哎，完真的我就是背着他，我给他转了8万块钱，让他先紧急治疗一下子。所以相当于这8万是不是你女朋友借给你的18万里的8万？那个不是，那个我已经装修用完的了。装修用完了，哎，就攒出来的，一点点就是幼儿园的盈利，相当于对吧？对，攒出准备还他也是。给了前妻，这个钱其实相当于就是给了。那当时你也没跟我商量过这事儿啊？这事儿商量你会同意吗？那我同不同意我不也得有知情权吗？如果说你会同意吗？如果说我没给他拿这18万，可能我没有这个权利，对吧？那你这不等于拿着我的钱给他治病吗？那我是个啥呢？我就感觉我特别傻，现在啊，真的。为什么我最近这么不回家？我压力大呀。他所有的爱都给他前妻了，是吧？给他儿子了。他不就给了8万吗？什么叫所有的爱都给了前妻了？可不光钱这事儿，老师啊，就自从我发现这事之后啊，他基本上就不咋回家了。就是在医院的时候比较多，去照顾他，然后呢，有的时候还回来给人炖个什么营养汤。你们看我都瘦成啥样了，为这个家，那我不努力不辛苦吗？这5年，对吧？我也一直在努力，你咋不给我炖点汤呢？你说他都病那样，你去跟他去计较啥呀？是不是？你瘦成这样不是喝酒喝的吗？你瘦成这样不是喝酒天天醉，一醉就吐搞的吗？人家喝酒都胖，我是为了工作，老师，为啥我这么努力？刚才我跟您说，我是从那个服务员开始干起的，短短的5年，我干成经理，那我也不容易呀。那我那些 VIP 客户啥的，那我不都是这么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吗？哎，所以是老王现在每天是去照顾前妻，也不是每天，也偶尔去。偶尔去，然后呢，有时候还在幼儿园。他现在不愿意面对我，因为他还不上我这个钱，就是这样的。他这个人平常就是，要不然就冷暴力，不跟你说话，那你也不能总用这沉默去对待我呀，对吧？你不得给我个说法，给我个交代吗？再说你现在天天还小心眼儿，啊，你这闺蜜不能处，啊，你那朋友不能交，那咋的呀？我小心眼儿，你说我本来就比你大，我又有那种自卑感，还不放心你。你再说你那些闺蜜，你都说。她那些闺蜜吧，有的根本就不工作，她总跟他们在一起，时间长了，是不是人就都会变的嘛？我不害怕你变心吗？不是吗？那不只是你害怕吗？你抓住我啥了？咱俩在一起5年了，你抓住我啥了？我那手机是不是扔这儿你随便看呢？再说我闺蜜，你说人家工不工作，人家换不换男朋友，跟你有啥关系？你不得看我是啥人吗？我这5年咋对你的吗？哎，老王，我问你一下啊，你现在是想跟他分开吗？不想。你想娶她吗？想娶她。啥时候娶啊？再等个1年2年吧，得条件稍微不得等把你钱还清楚再娶吗？对，得给他还了，还得给他一个圆满的婚礼，还得。这得等到啥时候啊？不是这个，你为啥要娶她呀？他对你妈也不好，对你儿子也不好。对呀。你妈还得给她女儿当保姆，你为啥要娶啊？她刚刚说的那话是你妈年纪大了，以后没事就生病，我可不能老往医院跑。这明摆着的就是我肯定老了我是不养的，你娶她干啥？她有时候也不那样，有些时候也挺好的还。之前我不是说在家里啥也不做的，但是后来随着我工作越来越忙，然后家里压力大，我就不愿意回去。那有一天我一个男客户，就是我做这个，您应该都能理解哈，就是那 VIP 客户，人在我这可能有一次存钱都是存个10万8万的那种 VIP 客户，然后他在我们酒店如果开房的情况下，那在我这存的钱他不找我找谁呢？他不会认为我在不在工作岗位上。那有一天我一个 VIP 男士打电话就让我给订个房间，然后呢那是4880的房，在我们长春那也是高消费了，对吧？然后人家说我今天吧接待的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客户，然后屋里要求一些细节，吃饭啥的让我给安排一下。当时我看着这电话，老王睡着了，那我当然要上客厅去接，对不对？等我接完电话20多分钟安排完回去之后，不高兴了，嘎一扭身掉那边去了，我咋跟他解释都不听。所以现在你们2个人的感情是危机重重啊。对，所以第一点是2个人，这个老王本身对你不信任，对。然后第2点是老王现在还得顾着前妻，对吧？然后这事儿也没跟你说，就是前妻的这个事儿也没跟你打招呼。第3就是你们2个人感情当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你心态的不平衡，因为你觉得他对你的女儿和他的儿子是区别对待的，对。然后第4是你还现在是他的债主，这关系太乱了，啊，对吧？
你今天来我们节目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？我今天来就是想啥呢？你合适跟他在一起，你把钱还我是吧？你合适跟我在一起，你跟他划清界限，你可以偶尔去看他，但是我不允许你跟他再有任何的就是钱财方面的来往。对，这是你今天的诉求，让他进行选择的，对吧？对。来，老王，你有什么诉求吗？我的诉求吧，就希望他吧能多理解我一点，能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去把那个他欠他的钱还上，再给他一个满意的婚礼，这是我的想法。他要给你满意的婚礼，你还嫁吗？那我得等到啥时候，老师？就现在这情况，就是他有一天他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婚礼，你还想嫁吗？我累了，答案明确了。接下来，咱们听老师们怎么说。好了，我真是听不下去，我中间一度我觉得我这个心都已经不行了。然后就很纳闷哈，就是前半节思考的就是为啥他要跟你在一起？你把他妈都虐成这样了。然后等到后半节的时候，这个气儿稍微平了点儿，因为我发现了，就是你身边的男士在扮猪吃老虎，从他这儿把他所有的存的钱都给弄走了。你供好了你的儿子，弄好了你的幼儿园，照顾好了你的妈，照顾好了你的前妻。现在这个女人落下了一堆的不是，不是一。不打扫卫生不是二，在外喝酒不是三，自己不带孩子让你妈带孩子不是四，现在还嫌你跟前妻在一起，对吧？你扮猪吃老虎，吃干抹净之后，把他泼了一盆脏水之后，你不就走了吗？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得问回到你了，这种男人你为啥还要嫁？这种男人你为啥还要给他机会？你为啥还要问自己，我该不该让他把这个事儿跟前妻做个了断，我好考虑跟不跟他？你不就是直接应该不跟吗？我就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这几年吧，就是老王没有这些个事儿之前，对我还真是挺好的。但说实话，他虽然比我大，但是在生活方面对我照顾还是挺多的，这也是我有点不舍的一个原因。所以今天我想给他个机会问问他嘛。但是通过刚才他这么一说，我确实挺心凉的，我不想再给他机会了。这个一般重组家庭啊，问题都很多。确实，两个人经历过上一段婚姻之后，可能对各自的未来可能更清醒。而且刚才米娜老师连着问了好几个，为啥还要嫁他？为啥自己选的？为啥？你等于提前预设我就是他媳妇儿，我不是他女朋友，你才会遭遇这些。那我就拿他当老公看了呀，要不然我也不能给他拿钱呢。好，现在又说回来一个问题，那为什么拿他当老公不领证？他不领的呀，他一直他不领证，你为什么还要跟他过？我不知道你图啥。你现在等于是朋友借了他18万。不是夫妻之间赚了18万的钱，不是，人家对你姑娘没有任何义务，你对他儿子也没有义务，所以我说呀，你们俩人不合适，你要的他给不了，他要的你也给不了，再等2年，老王啊54，再等2年56，干脆听我的，直接办60大寿。对，真的。人家凭什么？你已经比人大了，凭什么陪你等这么多年呀？是吧？咱就不要画饼了，能过就过，过不了赶紧放人走吧。行，我说完了。我是觉得没必要继续，因为一旦看清一个人的真心的时候，一旦这个梦醒了，一旦这个梦境被戳破了之后，你再让他继续装睡，他睡不了。他无法装睡的同时，老王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意，接下来就是无尽的内耗、无尽的争斗、无尽的争吵，谁看谁都不顺眼。所以我觉得打住在这儿，把借条打好，什么时候还，大家各自安好，别再相互折磨了。因为我就提醒你一点，王女士，接下去你将要面对他的儿子要结婚、娶媳妇儿、买房子等等一系列的事儿，所有的，他年纪也慢慢大了，以后靠谁呀？找一小媳妇儿，你以为就这2年高兴呢？以后老了谁的事儿啊？我听懂了。钱用完了，情榨完了，他去管前妻了，这一大堆烂摊子后面你承担。咱们得明白一件事儿。如果还想把账算清楚，就别掺着感情。今天不是说要把那个欠条写好吗？是欠了18万是吧，老王？对。然后呢，你刚才也说了1个月还5000，
但是这里面也没算利息，您也不愿意跟他要利息吧？对啊。但是接下来你记着，就是刚才说，生活负担接下来是有的。他的儿子对他特别重要，然后他的前妻、他的妈妈，他能痛痛快快还的概率高吗？您觉着？不高。所以真是，一个是赶紧分开，自己给自己租一个房子。哎，你怎么能借？你怎么能借这母女俩的钱呢？当时也是实在倒不开了，他倒不开，那幼儿园不干了呗。这账你哪能欠啊？一定会还的。我提醒你啊，今天一定要把欠条拿到，不行的时候该起诉起诉。老王想过跟他分开吗？说心里话，不想。不是因为说一分开就得把这18万得清算。不是，与钱没关系。你向银行贷过款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当时没想那么多。那你现在就可以还他那钱。你那幼儿园是可以评估一下时候抵押出去。可以带来钱还他钱。回家看看。如果你真想还他的钱的话，有的是办法，对吗？知道。当你自己也是负债的时候，前期那边你自然就会衡量我能出多大的力。千万不要说我们开始一直在说这个女生没有摆正位置，其实您何尝又不是没摆正位置？对，你在钱的时候，你把他的钱也算进来了，但是当情的时候，你分的是清清楚楚。我的儿子，你的女儿，我的妈妈，我的前妻，你的事儿，你的朋友，分的是一清二楚。所以说你们不妨啊，我认为现在女生要搬出去，否则说不清楚到底是你占了她的便宜，还是她在占你的便宜，互相都没那么清白。关键是说现在你们之间还有多少情分在。女生曾经抱着一个蛮理想的这种憧憬进到这个家庭的，你把自己的角色一下就混乱了。所以说我跟几位老师的意见是一样的，尽快搬出来吧。接下来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门后，考虑一下是否要出来，好吧？同时呢，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好啦，我们看第一组嘉宾他们会不会选择出来啊？来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他们俩不出来了？好事儿。他俩哦，好事儿，还真是。以为有缓儿，其实没缓儿。早就已经到那一步了。